如果你以为新加坡只有摩天大楼、地铁和金融中心，那你一定还没有走进加东。这里没有冷冰冰的 CBD， 只有五彩骑楼、低矮店屋，每一扇窗、每一块瓷砖都还留着老新加坡的味道。在东海岸路的起点，有一栋不太起眼的老建筑——加东购物中心。它不够潮，也不够新，但这份旧恰恰是加东故事的起点。这是一整排骑楼，走在它的廊下，就像穿越进了过去。门口摆着盆栽、椅子、小风铃，每一家都不一样，却都有一种安静的秩序。楼上是木质的百叶窗，开着的窗扇像是老屋子在透气。墙面明显重新粉刷过，但它的气质有点像黑白屋的缩影，低调却藏着许多年沉淀下来的故事。这是一家餐馆，彩色的柱子撑起了骑楼的骨架，前面摆着桌椅，放着音乐，轻快现代的节奏从这里缓缓溢出来。楼上是暗红色的墙面，窗户是精致的百叶窗样式，也悄悄融入了玻璃、金属和更多现代化的设计语言，像是重新梳理过的线条。在这条街上，这种旧中有新的混搭常常出现，知道自己从哪儿来，也不拒绝去哪里。这是一座印度庙宇，历史可以追溯到1875年，由住在附近的西兰丹米尔人所建。街的对面是另一番景象，印度餐馆飘着香料味，旁边是发廊，再过去是一栋带着前院的住宅。有的窗户还保留着木质百叶，有的已经换上了现代的玻璃。
文化在这里不是分割的，而是肩并肩地生活着。往前就是出名的328加东拉萨，墙面玻璃的痕迹是岁月刻在老屋上的年轮，也正像我们要寻找的娘惹的味道。墙上贴满了来访名人的照片，你就知道他多出名。端上来的加东拉萨，米粉剪得短短的，用勺子就能舀着吃。浓浓的椰浆汤底，一入口就充满了香气，只是辣劲十足。如果你不能吃辣，真的要小心慢尝。这栋红房子曾是加东最老的面包店之一，如今已成标志性地标，继续烘焙着属于这条街的记忆。从天桥上俯瞰，这条东海岸路像一条延展的色带，串起一栋栋骑楼，也串起一代人的生活记忆。下了桥，继续往前走，街边是一家又一家的小店，印度餐馆、私房馄饨、小胡同的墙上还有画满整面的涂鸦。再往前走是很有名的金珠娘惹食品店。这里头全是娘惹的香料与酱料。我也带了一包娘惹咖喱酱，回家准备煮咖喱鸡。这一带的骑楼风格更为典型，彩色的柱子，木质的百叶窗，雕花窗框和斑斓的窗帘，把老新加坡的味道留在了街角。走在这条路上，就像同时踩在过去与现在之间。
走到嘉东驿如切的交叉口，眼前像是一幅对比鲜明的拼贴画，色彩斑斓的站田店屋、多元社群与现代购物中心并肩而立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感官刺激。这里新旧不是冲突，而是共存；多元不是背景，而是日常。这就是嘉东最鲜活的模样，热闹、多彩，满载故事。墙上的乌龟画是当年海岸线的位置，那时候海就在这一带。排屋底下镂空的结构也像是给潮水留下的空间。每一座城市都在不停的改变，但总有一些地方像嘉东这样，在不断翻新的城市里守住一点旧的温柔，不肯轻易放手。一条街有时候也能讲一个国家的故事。下一集我们去如切路，看看一条看似普通的街如何把复古与潮流揉进生活里。这里是新加坡风情街，我们街头见。有些街道是住在城市深处的人才知道的好地方，如切路就是这样一条街。它不吵不闹，却藏着新加坡最原味的日常，也有最融合的文化，最松弛的节奏，最迷人的复古氛围。如切路的节奏很特别，你会看到骑楼、咖啡馆、自行车，时间好像在这里变得很慢。骑楼外墙保留着殖民时期的雕花和木窗，让这条街多了一份静静的优雅。在如切路上有一面温柔的墙，这里曾经是呵护无数生命的妇幼诊所，
静静守护着早期的新加坡。如今岁月变了，守护的心意却还在。如切是新加坡第一个被政府列为文化保护区的街区，这是土生华人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据点。和嘉东一样，这里曾是娘惹文化的生活中心，但如切更生活化，更日常，也更真实。这里不是拍照景点，是有人真实生活的地方。接下来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漫步在如切路上，感受一下这里特别的氛围。前面是一座充满历史感的建筑，有近100年历史的88娘惹豪宅。如今，它被改建为娘惹博物馆。2楼是博物馆，楼下则是咖啡馆。这里不仅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，也成为了城市中宁静的一个角落。整排土生华人住宅色彩斑斓，尽管历经近100年，依然焕发光彩。岁月的痕迹仿佛被这份鲜艳的色彩所掩盖。如切昆城路在全球排名第46，在东南亚则高居第2。这片独特的彩色娘惹屋
早已成为新加坡旅游局最喜爱的宣传画面之一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打卡。每栋房子的门上镶嵌着精美的欧洲雕花瓷砖，2楼窗框上雕刻着龙凤等吉祥物，整座建筑仿佛是中西合璧的大熔炉。或许正是这种文化的交汇与碰撞，成就了昆城路独具魅力的风情吧。正当我们准备往回走时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，这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机会，去感受如切路上雨中的景色。街道依旧宁静，人们并不急躁，悠然地行走。傍晚时分，柔和的灯光渐渐亮起，整条街道仿佛披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辉。城市的喧嚣与压力都在这一刻消散，只剩下属于这条街道的宁静与温暖。不是每条街都值得被记录，但如切路是那种越走越有味道的存在，这就是城市最温暖的样子。下一集我们去走哈支巷，去看一条50米的巷子怎样用涂鸦和砖墙把艺术写在城市里。这里是新加坡风情街，
我们街头见。在新加坡要找一条最潮的街，很多人会告诉你哈芝巷，它短短的一眼望尽，却常常让人驻足一整个下午，因为这里每一面墙都像一本涂鸦日记，每一扇窗后藏着一个设计师的奇想，像是城市的一处灵感角落，等你偶遇。走进哈芝巷，第一眼可能会让你眼花缭乱，涂鸦墙、旧窗、五颜六色的店招，还有骑楼下咖啡杯碰撞的声音，耳边飘来的爵士或拉丁音乐。巷子很窄，但这小小的空间承载了很多年轻人的创意实验，也藏着新加坡最自由的一面。很少人知道，哈芝巷的哈芝其实是指朝圣者。这条巷子早年是马来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的临时落脚点。那时的哈芝巷有旅馆、有裁缝铺、有宗教用品店，是典型的回教区生活空间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里逐渐没落，直到一群本地年轻艺术家和小品牌入驻，才重新把它唤醒，从一条老街变成了潮流文化的舞台。真正让这条巷子出名的是涂鸦，不是快闪的那种，而是长期与空间融合的墙面艺术，像是把多元文化喷在城市肌肤上的纹身，自由、包容和不拘一格。
今天的哈芝巷是新加坡最具特色的小型创意聚集地，你会看到一些手工艺品啊，独立的咖啡馆，也有本地的设计品牌，甚至是隐藏的酒吧。那每一家店都小而精致，门口贴着自家的设计的贴纸或者是展览海报。但这里并不商业，反而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缩影，不喧哗，不打卡，就只是安安静静的把自己做好。哈芝巷不是为游客准备的，它属于喜欢城市里小空间美学的人。它短但不浅，它窄却装得下整个城市的艺术灵魂。下一集我们去走阿拉伯街，去看一条铺满花布与香气的街，怎样在金色穹顶下把异域写进生活。这里是新加坡风情街，我们街头见。很多人经过这条街时，第一眼可能不会觉得这里特别，可是走进去一点点，就会发现这条街其实藏着一段非常特别的历史。地毯、手工艺品、灯具、香料、香水，这里留下的不只是味道，更是老一辈移民生活过的痕迹。一走到这条街的中段，气氛就不太一样了。左右两边的小店，一家挨着一家，有地毯，有香料，有手工灯饰，空气里混着布料和香水的味道。英国殖民统治时代，这一带包括阿拉伯街、哈芝巷、甘榜格南，都被划为马来和穆斯林的保护区，所以当时有很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这里定居下来。他们在这开店做生意，卖布料、香水、香料，久而久之就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生活圈。所以这条街叫阿拉伯街，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和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。你看这些店啊，从外面看上去不一定新，但你看里面的东西，地毯的颜色还有吊灯的光，就像是留在街道里的记忆。
走到这条街的后半段，前面看到的香料和地毯开始慢慢变少了，换成了一家家的餐馆，有土耳其的，也有中东风格的烤肉和甜点店。在这里看到土耳其餐馆其实也不奇怪，那这就告诉我们，当年生活在这一带的可能不只是阿拉伯人，也有不少来自土耳其和中亚一带的穆斯林商人。所以今天这些味道还留在街上，变成了这些餐馆。有些是后来新开的，也有的是老传统慢慢延续下来的。有人特地来吃一口土耳其烤肉，喝一杯热茶，就像是顺路走进了另一个地方的日常。阿拉伯节的另一面就是苏丹回教堂，那个金色的穹顶，从好远就能看到，也是整条街最安静、最庄重的一角。当年很多穆斯林在这里生活、做生意，朝圣的路就是从这附近出发的，所以这一带原来就是他们的生活圈，也承载着他们的信仰。即使今天游客多了，寺里还保持着原来的节奏，一种慢下来的气息。这条街有生意的热闹，也有信仰的静默。在这个转角，它们刚好并排存在。这里或许就是新加坡多元种族、多元文化最安静也最有力量的一个例子。下一集我们要去一条气味更浓、色彩更热烈的街道——石龙岗路。如果阿拉伯节是低声讲述的，那石龙岗路可能就是一首开口就唱的歌。这里是新加坡风情街，我们街头见。如果新加坡是一道丰盛的文化拼盘，那石龙岗路肯定是最香、最浓的一部分。这里是小印度的心脏，一条用色彩和香料交织的街道，少数能用五感去感受的新加坡街区。从小印度地铁站出来，不用走太远，空气中已经弥漫着咖喱和香料的味道。这里是主角中心1楼的熟食区，一走进去，你真会以为自己到了印度。这里也会看到华人的面孔，还能听到不同语言的交谈声。听说这里可以吃到正宗的印度餐，这就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缩影。
主角中心的楼上是另一个印度的缩影。这里不只是卖衣服，更像是在造梦。五颜六色的布料像一条条彩虹瀑布垂下来，那可能是节日里才会穿的礼服，也可能是某段特别记忆的延续。缝纫机轻快地响着，就像一种提醒，传统还在这里继续。石龙岗路的起点看上去挺眼熟的，还是我们在新加坡常见的骑楼，规则整齐，颜色也鲜艳。如果有人告诉你这里在嘉东如切，可能你也不会质疑。但就在你以为这不过是另一条普通街的时候，香料的味道、花的颜色、人的面孔开始变了。路边一串串的鲜花，像给这条街挂上了节日的项链。这些花环是印度文化里重要的仪式感，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它的存在。走着走着，仿佛进了另一个国家，人也越来越多了。你看肤色，看穿着，恍惚以为可能真的到了印度。金店里的人挤得水泄不通，像是在抢购过年必备的金饰，热闹得像菜市场。这里是新加坡最古老、最具代表性的寺庙之一，它建于1881年，由早期移居新加坡的印度劳工亲手兴建，奉供着是象征力量与保护的女神。但是在英国殖民政府的规划下，新加坡的居民区按族群划分，石龙岗路这一带也因此逐渐发展成印度人的聚居区，而这座寺庙也成为印度社群重要的文化和宗教中心之一。
色彩、气味、人流、声音，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浓烈。你看这人潮，一波一波的涌来。刚才我们还在恍惚，是不是已经到了印度？现在突然间真有一种感觉，真的到了印度。但干净的街道、有序的人群又在提醒我，这里还是新加坡。这里是 Mustafa Center， 用人山人海、水泄不通来形容这里的人流一点都不夸张。我本来只是想来买点干果，可站在人群中那一刻，我真的有点慌了，方向感一下子没了。色彩、气味、声音，还有不断流动的人潮，一切好像在把我轻轻地往前推。还好，最后还是买到了我想买的。转身看到身后的这片广场，挤满了人，我完全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新加坡不只是我原来理解的样子，它也有这种浓烈、拥挤、混杂的一面。但正是这种未经修饰的细节，让我看见了这座城市真实多元的另一面。下一集我们一起走进牛车水，感受新加坡华人文化的独特韵味。这里是新加坡风情街，我们街头见。你可能听过唐人街，但牛车水不只是一条街，它是一整片华人移民留下生活痕迹的地方，也是新加坡文化最浓的一页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充满声音与气味的老街区，看看还能闻出多少旧时光的味道。从牛车水地铁站 A 出口一出来，就直接走进了宝塔街。这条街绝对是牛车水最热闹、最有烟火气的地方。两边是彩色鲜艳的骑楼，街上人来人往。各式诱人的美食，琳琅满目的纪念品。还有充满中国特色的剪纸。高高挂起的红灯笼，一片红红火火。这条历史悠久的街区，过去可是牛车水苦力的贸易中心。进牛车水原贸馆，可以身临其境地了解牛车水的过去。走进牛车水原贸馆，仿佛穿越时光，回到新加坡还是小海港的年代。中国南下的移民在牛车水艰辛谋生。这是1楼的裁缝铺，2楼是住家，每一个隔间就住着一个家庭。公用厨房挤在昏暗的走廊，空气中仿佛还飘着鸦片的味道。
最震撼的是，在这个小隔间里住着一家10口，父亲是工厂工人，母亲是裁缝，他们有8个孩子。这个狭小的空间既是家，也是读书温习的地方，还是全家人的游乐场。这个隔间住的一位医生和他的家人，他们常年免费为穷人看病，这里既是他们的家，也是社区的诊所。馆内重现的百年老店和传统小贩美食，至今仍是新加坡街头熟悉的风景。一走出原貌馆，我的视网膜上还挂着那间昏暗的小隔间，回过神来，已经像是走进了一部3D 的魔幻片。沿着宝塔街继续走一小段，就拐进了桥南路。这条街有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和谐街。这里聚集了来自不同宗教的庙宇与教堂，是新加坡宗教文化的一个缩影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绿色双塔建筑，就是詹美清真寺。它的外形特别不像印象中的清真寺，反而有点像欧洲教堂混搭中式围墙。它建于1826年，是新加坡最早的伊斯兰宗教场所之一。再往前走一点，是马里安曼辛都庙。这座寺庙建于1823年，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新都庙，到现在香火仍然鼎盛。这边的氛围和旁边的清真寺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但又非常和谐的共存着。站在这条街上，一边是清真寺，一边是香火旺盛的印度庙。开始觉得这条街好像不是唐人街，不同宗教并排而立，却能各自安好。这种和谐共处在这里已经是种日常。再往前一点，我们拐进了史密斯街。感觉一下子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。一家100年老店，这是现存最古老的海南咖啡店。对面就是这座很有历史的黎春院，是座粤剧院，当年特别受早期华人移民喜欢，现在已经改成酒店了。刚好那天碰上街头有表演，街舞和传统文化在这里碰撞，感觉历史和现在就在眼前交织，好像粤剧和街舞在对话。东方和西方在这混得特别自然，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，完全不觉得奇怪。
从史密斯街回到桥南路，往前没多远，就是这座宏伟的中式建筑，就是佛牙寺龙华院。我是从它正门进去的，正对着牛车水大厦。一楼走进去可以自由参观，楼上也可以上去，只是有些区域不允许拍照。佛牙寺2007年对外开放，次年举行了庄严的开光仪式，正式成为新加坡佛教地标之一，供奉着来自缅甸的佛牙舍利。有趣的是，整座建筑包括精巧的屋顶在内，修建时没有使用一颗钉子，它依靠嵌套和重叠的设计，就像一张巨大的拼图。这不仅让结构异常稳固，也独具美感。其实这些宗教场所很多当年都建在靠近旧海岸线的地方。以前船一靠岸，人们第一件事常常就是来庙里祈福，感谢平安到达。所以他们不只是信仰的象征，更是早期渔民的集体记忆。这些年，新加坡的宗教面貌一直在变化，但不同信仰之间的尊重和共识却从来没有变。从佛牙寺出来，路对面就是东兴饼家。我在牛车水原貌馆里才刚看到它的名字，现在就站在它门口，有点穿越的感觉。走进去敲了几样传统的酥饼和蛋挞，想带着这点老味道去找一个地方，安祥山的那口老水井。这条山坡小路过去是许多苦力居住的地方，那口井就是他们挑水的源头，但现在沿途已经换了模样，成了私人住宅、商业空间，还有保留下来的老便屋。我查了地图，沿着科纳街走，结果发现那条路走不通，又绕回安祥山路。走到尽头的一个小亭子，碰上几位老外，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找井。这里记事不大，绕几圈就回到原地了。我心里其实知道那口水井可能早就不在了，但还是忍不住想看看它原来在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。后来看到一群人，听口音是新加坡本地华人，可能也是来找这段记忆的。我在亭子里坐了一会儿，正好吃了一个刚才在东兴买的饼。百年老店之所以能撑到现在，总有它的理由，也许就藏在这饼的味道里。你们觉得呢？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找不见它，却能在味道里、地形里感觉到它的存在。
这里是 Maxwell 熟食中心，汇聚了新加坡一些顶级的熟食摊位。在新加坡要找哪家摊位最好吃，其实很简单，就看哪家排队的人最多。你看那家长龙，那就是天天海南鸡饭，号称米其林推荐，也的确是很多本地人心中的第一名。只是呢，想吃上一口，可得耐心排上一阵子。像我今天就没那个时间，只好放弃，转头去买了一碗鱼片米粉，味道也很好，汤头清淡鲜甜，是新加坡熟食中心的另一种日常味道。夜幕降临，牛车水也换了一副模样。我从丹绒八葛一路走来，整条街灯光渐亮，空气里多了一点夜色的温度。周围是一排排的韩国餐厅、烤肉店、韩式酒吧。说实话，走在这里感觉都快不是牛车水了，像是突然穿进了新加坡的韩国城。街道两旁的灯是彩色的，人来人往，热气腾腾。这种混搭的感觉真的是新加坡特有的美学。走到公西路和尼路的交界口了，远远看到一家餐厅门口排着长队，就知道多半又是米其林的常客。果不其然，国城赫然在列。我没有停下脚步，就这样从它热闹的门口走过，继续往前走。公西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道路，它连接着新桥路和尼路，也与水车路交汇。这里最早是住宅区，后来一度成为红灯区，再后来演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空间，时尚酒店、特色餐厅、历史店屋混杂其间，每一步都踩在变天的痕迹上。走着走着，在一个转角，一座色彩缤纷的印度庙静静地屹立，正好就是水车路的交汇口。这也太新加坡了，可能前一秒还在米其林餐厅前排队，下一秒就走进了宗教的宁静。语言、信仰、味道在这里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彼此穿插，互相包容。牛车水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唐人街，它更像是一座流动的文化交汇站。越走向它的边缘，越能感受到新加坡真正的核心气质：多元并存，和而不同。下一站，我们去牙龙市买，感受马来文化的日常气味。看一看这座城市的另一种生活节奏。这里是新加坡风情街，我们街头见。新加坡现代化发展得很快，很多杆榜已经不见了，但在牙龙市内有一些杆榜的魂还在，它并不那么耀眼，却有一份别处找不到的温度，是马来社群的乡愁，是一种生活节奏，也是一种文化的味道。走近感受了才会懂。
次在新加坡看到这么多脚踏车，眼前一下子就浮现出我小时候家楼下那个车棚的影子。今天是周末，看起来他们好像在野餐，有点像是在庆祝节日的样子。这里以前是马来人的聚集地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马来村，典型的干绑村落。后来因为城市建设，这些干绑被拆除，楼房和商场取而代之。这座牙龙士乃大厦就是在原来村子的地基上建起来的。快速的城市化让这片地方逐渐失去了过去的样子。不过，政府也试图保留一些文化的象征，像在大厦的1楼就设了一个牙龙士乃文化遗产馆。这个馆不大，里面展出了很多的照片、故事，还有以前居民用过的东西。可以看到这里曾经是什么样子，怎么生活，怎么庆祝节日，还有马来家庭的日常。这些是很小的生活物件，但都藏着记忆。牙龙士乃路上的这些壁画，其实画的就是当年这里马来村的生活场景。这些记忆没有被锁进博物馆，而是直接搬到了街头。牙龙士乃文化走廊的标志性宫门，这是后来新建的，就在张仪路和牙龙士乃路的交界口。它的设计参考了传统马来干帮屋的屋顶，象征着这里从马来村落发展成现在的社区。每天晚上这里还会亮灯，节日的时候会换颜色，蛮有仪式感的。其实今天走了这一圈，真正让我觉得马来村还在的地方就是这里，这个巴萨和熟食中心。牙龙士乃市场的1楼是湿巴萨，卖菜啊、水果，还有海鲜。也有很多牛羊肉的摊位，因为是穆斯林市场，这里就没有猪肉的，但牛羊肉特别多，而且价格也便宜。13块。哎，我觉得这里的海鲜比我家附近那个巴萨卖的便宜。像我平时买的那种鱼啊，这里只要4块钱一条，我家附近巴萨要卖6块，还比这里的小。海鲜不仅便宜，品种还很多哎。
一楼的另一边就是卖蔬菜和水果的，蔬菜水果整体价格和我住的地方差不多。不过也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香蕉花，就是香蕉树上最后那个紫红色的花苞，在这里它是当做蔬菜来卖的。摊主还告诉我怎么做菜，我第一次在新加坡市场里看到这个，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二楼市场是卖衣服和熟食中心，到处都是马来食物的摊位。我买了一份羊肉汤，感觉有点像马来版的羊肉泡馍，只是它用的是咖喱和黄姜，配的是小块的面包。羊汤非常的浓郁，有点辣，但真的很好吃。我是蘸着面包吃的，像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吃西安的羊肉泡馍。下一集我们去中巴路，看看新加坡最文艺、最安静的老社区。这里是新加坡风情街，我们街头见。有时候，一个城市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不是它有多热闹，而是它能让你在某个转角忽然放慢脚步，像走进了一本旧时光的相册。中巴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它不喧哗，也不沉默，有故事，有日常，有文艺的气息，也有市井的温度。从和乐地铁站出来，四周依然是熟悉的新加坡城市风格，高楼林立，街道笔直。可走进中巴楼的那一刻，好像一下子转进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的房子不高，只有4层，灰白色的外墙，线条干净，没有什么浮夸的装饰。楼与楼之间不拥挤，楼梯口是典型的圆弧形设计，屋顶平平的，有一种旧日生活的沉稳节奏。整个街区都特别安静，没有车流穿梭的嘈杂，甚至连空气里都有点慢悠悠的味道。外面看起来干净整齐，但只有走进去，看到旧式的铁窗，磨旧的门把，你才会意识到，这里其实藏着不少故事。
中巴鲁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公共住宅区，发展于1936年，是英殖民政府兴建的第一批公共住屋。它经历过战火，却完好的保留下来，成了新加坡最迷人的老街区之一。2003年，中巴鲁被列为保留区。它与众不同的建筑外观，一砖一瓦都成了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。在这片繁忙城市的夹缝里，中巴鲁像一块清凉的绿洲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安静、缓慢，还有点怀旧的味道。这一带有不少中巴鲁经典的螺旋楼梯，像这种藏在小巷里的，还带着一点浪漫的气息。78号楼这里曾经有新加坡最有名的独立书店，虽然书店早已搬走，但透过玻璃窗还能感受到那股淡淡的文艺气息。很有年代感的餐食，让这条街多了一点旧时光的味道。中巴鲁的主屋大多只有4层，只有这栋78号是这里唯一的5层楼。因为它特别的马蹄形结构，也被称为 The Horseshoe Block。当年这里聚集了不少创意工作者，这一带也成了中巴鲁最有艺术气息的一段街区。现在安静了许多，但那种氛围还是留在了街角里。中巴鲁的街头散落着几幅静静的壁画，画的就是当年的日常，一看就能感觉到空气里都是慢下来的生活节奏。这一带有几栋很有特色的飞机楼，在其中一栋的转角就有这样一幅鸟笼的壁画。曾经这里有不少爱鸟的人，清晨挂笼听鸟鸣是当年的日常。如今这些风景不在了，但壁画里还留着那个年代的气息。现在我们走到了中坡路，阳台底下还保留着红砖外墙，像是刻意留下了一点旧时光。这里不只是建筑漂亮，还住过文艺大咖。中国作家郁达夫就曾住在65号楼。想象一下，某个安静的下午，郁达夫伏案写作，徐悲鸿来拜访他，或许就在这里一起喝茶聊天，谈诗论画。沿着这些老房子走，有些已经变成了咖啡馆、海鲜馆，添了几分现代生活的气息。但要找最地道的本地味道，还是得去中巴鲁熟食中心。
我正赶在熟食中心翻新后的第一天重新开放，空间变得更亮了，也更通风了。但摊位还在原来的位置，味道也还熟悉。这种新与旧的平衡，好像正是中巴鲁的样子，也是日常生活最真诚的样子。家乡菜头粿摊前贴着一整面的荣誉和简报，连外国人也来品尝啊。翻新后开张第一天，这摊位前就排起了长队。看来有些味道是人们记在心里的。转了一圈，最后还是决定来一份菜头粿加蛋。新加坡的熟食中心有它特别的地方，品类丰富，价格合理，无论你喜欢什么口味，总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味道。对我来说，这不仅仅是美食，更像是这片土地的记忆。品尝这些熟悉的味道，也是在感受这座城市多元而丰富的文化脉络。这就是中巴路的风情，老味道，新故事，一切都在这里交织，继续生长。这里是新加坡风情街，我们街头见。